第二日早上，江宁儿醒来时，整个人都还有些迷糊，看到秦君夜端着早点走了进来，有点意外。王爷怎么在府里？今日你不当值吗？秦君夜看向他后，眼神明显直了一下，然后放下手中的东西，坐到了床边，刚要伸手拉他的衣服。够了，色字头上一把刀，我劝施主你迷途知返，不要执迷不悟。你这算是什么？尼姑还是道姑？哎呀，人家真的很累了，大早上的你消停一下。你要不要看看你现在的样子？是我不消停，还是你不想我消停？秦君夜凑近他，一脸戏谑地挑了挑眉。江宁儿低头才发现自己现在的样子确实十分要命。我才没有。然后赶紧用被子将自己裹成了个茧。我本也没那个意思，刚才是因为屋里放着冰，怕你着凉，想伸手替你拉一下衣服而已。但你现在这样，也不怕包太紧中暑？那你帮我把屏风上我的衣服拿给我。秦君夜拿下后想替他更衣，可他仍不从被子里出来。你出去外面等。夫妻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了？哼，你在这方面在我这儿已经没有信誉度了，快出去，我真的要热死了。无奈他只得先退到屏风外替他盛粥，放凉了让他等下好入口。秦君夜站在屏风外等候着，一阵窸窸窣窣后，便听到了一道掷地有声的动静。怎么了？他闻声赶紧回身探了过去，原来是江宁儿一下床就腿软地跌到了地上。你还笑，都怪你。好，怪我，都是我的错。秦君夜果断认错，然后2步上前，干脆直接将他抱到了饭桌前。本来是准备今日带你入宫去见母妃的，但看来你怕是去不了了。对哦，今日是15，按规矩你是可以去后宫的。但自从百花大典后，一直事故不断，他们2人确实有阵子没进宫了。江宁儿也想去，可确实现在这样子去了要叫人笑话的。那你替我跟母妃说，日后有时间我一定去看她。好，那我先陪你用膳。2人一同用过早膳后，秦君夜便自己进了宫。当他进到玉嫔宫中时，玉嫔正跟嬷嬷在院中绣着花样，看到他时十分意外。叶儿，你怎么来了？今日15，自是来看母妃的。玉嫔连忙放下一切，吩咐嬷嬷快去给王爷沏壶茶来，再备些王爷爱吃的点心。嬷嬷退下后，玉嫔才拉着她进屋坐下。来之前怎么也不说一声啊，害得我都没有准备。而且我不是叮嘱过无事最好不要再进宫了吗？母妃不愿见我，到底是发生何事了？叫母亲如此挂碍。罢了，你既然来都来了，我只是觉得如今局势不明，你少进宫也能少沾惹一些麻烦，怎会是不愿见你呢？母妃放心，儿子有能力保护自己，倒是担心母妃你。我听闻父皇之前来过。是来过，不过没说几句话就走了，自那后便再没来了。可是发生些什么事了？父皇为难你了？他嫌我性子冷，说了2句，觉得我伺候的不好，便走了。我倒是无碍，就是在宫中念着你们。对了，你既然来了，宁儿为何没同你一起？她今日身子有些不爽，我便没让她来。她可是不舒服？并不是，母妃放心，她很好，只是……其实我也觉得宁儿是个好姑娘，长得漂亮，性子又活泼开朗。倒是你的性子有的时候就不招人喜欢，但对这样倒没什么，对自己的妻子可得柔和点，切莫欺负她。母妃放心，儿子可欺负不了她。母妃，儿子今日进宫，还有一事要与你说。儿子筹备了一条地道，我会找机会先跟父皇说，让他许我带你离开京城。若是他不许，儿子便从地道带你离开天楚国。你说什么？叶儿，你想好了？不光是母妃你，君行的腿，宁儿或许也有法子可以治好。当真？儿子也知如今局势混乱，但我不再指望父皇什么了。届时我们一家人离开这里，不再参与天楚皇室的任何事了，好不好？叶儿，你放心，你母妃并非是柔弱之人，你大胆去做你想做的事。若有什么需要母妃的，你大可以讲，母妃可以为了你跟君行做任何事。母妃只需保护好你自己，等儿子带你离开的那日就好了。我在这间屋子里待了快有20多年了，我都已经不知道宫门之外的天地到底是怎样的了。母妃放心，外面的世界很美好，到时候我跟宁儿可以带着你走遍大江南北。好，母妃等你。晋王爷可在？
秦君夜和玉嫔走出屋外，看到竟是天启帝身边的徐孝全。徐公公怎么来了？见过玉嫔娘娘，见过晋王爷。是皇上猜着今日15，王爷定会进宫来看望娘娘的。现下皇上要召见王爷呢。秦君夜看到玉嫔，明显是表情僵了一下，显然是不希望她在天启帝面前多露脸。我有分寸，徐公公带路吧，本王随你去见父皇。到了养心殿，秦君夜恭敬地向天启帝行了一礼。儿臣见过父皇，不知父皇召儿臣前来所为何事？无事，朕便不能传召你了，先坐吧。秦君夜坐下后，开始传菜吧。不一会儿，一桌的菜色便布满了整桌。秦君夜很意外天启帝的举动，因为这还是他长这么大第一次只有他们父子2人一起同桌吃饭。怎么不吃？不合胃口？儿臣刚才在母妃那里用过一些糕点，如今不饿。你15进宫，知道去看你母妃，可见你的孝道。但你如何不知道来看朕？儿臣是怕父皇公务繁忙，怕打扰了父皇。是吗？从虎啸山下山后，你就说为了给王妃摘花而弄伤了脚，朕几次召你都拒绝进宫。如今伤好了，你也不来问问朕，之前召你是有何事？若不是朕让徐小泉去拦你，你是不是如今已经直接回府了？秦君夜张了张嘴，不知该如何回答，干脆低头不语。晋王爷，皇上惦念着您呢。皇上还记得您小时候喜欢吃豌豆黄，所以今日特让厨房给您准备的。秦君夜看了眼特意放在自己面前的那碗豌豆黄，眉心挑了挑。儿时的口味，长大后势必会有改变的。只是父皇与某记错了，喜欢吃豌豆黄的是已故的四哥，并不是儿臣。不过这不怪父皇，因为在儿臣记忆里，儿臣年幼时应该从未与父皇同桌吃过饭。父皇儿子多，弄错了也是人之常情。秦君夜这话无疑是打了天启帝的脸。你爱吃什么，朕让御膳房再给你做便是了。不必了，儿臣确实不饿，就不打扰父皇用膳了。儿臣还是先告退了。秦君夜，朕是你的父皇，是你的父亲，朕要与你吃顿饭，你就这种态度？就在2人氛围本就不好时，殿外走进来一个小太监，冲2人急忙行礼。皇上，于丞相来了。他这个时候来做什么？于丞相说是来参晋王爷一本的。因着于丞相要告秦君夜的状，故而秦君夜一时还走不了，只能留下。于丞相一进养心殿，便开始痛斥秦君夜昨日的不是，一番口沫横飞之后，跪在地上冲天启帝哀呼：皇上要给老臣的孙女儿做主啊！晋王，于丞相说的这些，你可有话讲？儿臣无话可说，于丞相说的是事实。辩解也没有？没有。你老六，你真的是脾气比石头还硬。既然你自己都承认有过失，朕便罚你禁足10日，再罚俸1个月，可有异议？儿臣甘愿领罚。天启帝看出来了，他压根就不想在这里待，便也烦躁地招手让他走了。随后又不得不将激动的于丞相也安抚了一阵，这才将他打发离开。老于，你这个老狐狸，现在开始对朕倚老卖老了，明明就是他孙女的过失，他还倒打一耙来找朕讨公道，说朕的儿子不是。皇上息怒，但皇上既然知道是于小姐的过错，为何刚才还罚晋王爷呢？朕就是要给老六一点教训，本就是他占理的事情，只要他向朕说几句求饶的话，朕都不会罚他。但他就是不肯向朕服软，既然他要跟朕是这份性子，那就叫他吃亏。哎呀，晋王爷的脾气确实是……朕今日都暗示的这么明显了，他还急着走，你觉得他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换成这种机会给到别的皇子，想必都感恩戴德，受宠若惊了。也就这个老六，当真是片刻都不想多留。朕不信他不懂。可是老奴看晋王爷就算明白，可似乎没那个意思。没那个意思？哼，你觉得天下会有不想要皇位的皇子吗？
哎呦，皇上，这个老奴可不敢妄言呐。以朕的推断，所谓的沉迷王妃女色，或许就是老六隐藏自己野心的一种方式罢了。如今龙渊国开始扩张版图，保不齐还有统一七国的雄心。他虽觉得秦君业性子不讨他欢心，可若是要当一国君主的人，本就要有不必讨好任何人的骨气。可如今纷争已起，他要保天楚国安宁，还有未来的昌盛，就要选一个能与龙渊国如今的那位太子分庭抗礼的储君，而秦君业无疑就是最合适的人选。不过确实，老六如今的背景太薄弱了一些，加之性子又不讨喜，朕想要扶持他，有些事看来还是得朕替他操心才行了。皇上是想让晋王爷多些朝中支持啊？没错，他母妃无力，娶的正妃虽然漂亮聪明，可背后的沛国公府也是个没有什么权势的，给不了他什么支持。若他能再娶几个家族背景庞大的女子，他的靠山自然就有了。到时候朕要把位置给他，也更名正言顺些了。可是皇上，也要照您这样说，家族庞大的女子，谁会愿意为妾呢？这个好办，朕自有办法。秦君业离开养心殿后，独自一个人在御花园中闲逛了一会儿，思索今日之事。出宫前，看到江宁儿竟乘着马车在宫门前下了车。王爷，他看到他后，连忙朝他小跑而来。你怎么来了？不是让你在府里休息的吗？我在府里收到了你受罚的旨意，气死我了，哪里还待得住？我看你一直没回，怕你父皇还在责罚你，没有被体罚吧？没有，这里人多眼杂，我们先上马车再说。一上了马车，江宁儿捧住了他的脸，安慰他：罚俸1个月而已，我再去老三那里坑点钱就能补上了。至于禁足10天就当休息嘛，正好可以在府里陪我，你说是不是啊？你夫君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会在乎大理寺那点俸利？我看你也不是在意这个，那你是怎么了？跟我说说。今日父王将我叫去了养心殿，与我同桌吃饭。然后呢？这是他第一次这样召我，他甚至提了很多我儿时的事情，叫我觉得十分别扭。后来我觉得父皇动机蹊跷，便在御花园里找了处僻静的亭子，想了半天，才会挨到这个时辰才出宫门。哦，原来是这样呀，那我懂了。你懂什么了？你父皇这是开车撞墙了，知道拐了；哈喇子到嘴边知道甩了；股票涨了，他知道买了。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如今2皇子虽然不行了，但你父皇现在对于3皇子却仍不那么满意，或者说是觉得不是最好的太子人选，所以一时之间他还不想立太子，但又得稳住3皇子不要闹事。最好的办法就是再扶持一个皇子起来，与他相互制衡，维持朝中的稳定。看来你父皇还不算太傻，终于意识到了出身不是应该决定储君的唯一衡量标准，能力才是，所以选择扶持能力最强的你。他今日召你吃饭，想来是想给你一个信号，让你好好做他这个制衡局势稳定的棋子。你并非皇家人，怎看得如此透彻？就连我也是后来在花园中琢磨了一阵，才捋清这层因果，你却一下就想明白了。哼，因为我聪明呀。没错，今日于丞相来告状时，父皇暗示过我，只要向他辩解求饶，便可以饶恕我。但我不想承他这个情，便没有辩解半句。原来王爷是因为这样才被罚的呀，所以王爷你不想被扶持？自然不想，一是我一心想离开，根本不想牵扯其中；二是父皇若真的要扶持我，势必会有许多别的动作。例如呢？例如像你所说，扶持我是为了保持制衡稳定局势，但我朝中背景与老三实在相差悬殊，所以我猜父皇能想到的最快的办法，便是直接赐婚，让我娶重臣女眷。他敢？他自然敢。你忘了你是怎么嫁给我的了？江宁儿抿着嘴，也觉得秦君业说的有道理。毕竟当初他们2个的婚事，也只是为了验证一个空有其表的谏言罢了。这个秦天启本质就是个凉薄无情且又心狠手辣的老阴逼。江宁儿忍不住骂了一声，可骂完后又意识到不对。他虽不是好东西，但王爷你不一样。放心吧，我知晓他当年对你爹和你家里人做的事，你骂他也是人之常情。他虽是我父亲，可不管是对我还是对母妃，都没尽过一个男人该尽的责任。儿时我虽企及过他的垂青，
可后来也在他对母妃乃至我与君行的遭遇一次次不闻不问中，那本就少得可怜的如沐之情也早就消磨殆尽了。你说的没错，我父皇确实是个眼里只有权势的凉薄之人，一切的人包括亲生儿子也都是棋子罢了。你想骂他便骂，我没有异议。江宁儿没有再骂天启帝，因为听他这样说后，他心疼的不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反正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夫妻两个一起面对。若他届时真想给你塞女人，大不了来一个我砍一个，来一对我砍一双。我可不是吃素的，我看哪个女的敢进晋王府的门。放心，我心中只有你一人，我也不会向父皇低头。我相信王爷。秦君夜将怀中的江宁儿搂紧了些，可仍旧无声地叹息了一口气，因为此时他心中多少有些不安。此时的他摸不准天启帝是暂时想要维持朝局平衡，还是真的属意要将位置给他。他猜测起码目前天启帝应该还是在衡量之中，但如果最后的结果是后者，那么情况只会比他现在所想的还要糟糕。禁足10天对于秦君夜来说确实根本算不得什么惩罚，相反倒像是放假一般。于是他有机会拉着江宁儿在府里两耳不闻窗外事，积极造人。一开始江宁儿还念着他被责罚，想着安慰他一下的心情，便纵着他。可直到连着第4天时，他觉得他熬不住了。哎呀，你能不能想点别的事？你再这样，我真去跟瑶瑶一起睡了。明明是你先撩拨我的。我哪有？那你这真是什么意思？江宁儿真是服气了。能有什么意思？我就是单纯觉得热罢了，才不是为了给你看的。当真不是？不是。初中不是也没关系，以后可以是。等到秦君夜再回书房时，书房里清玄几人已经等了快半个时辰了。王爷跟王妃吵架了？没有。没有？那王爷您脖子上的抓痕是怎么回事？不该问的事情少问。玄哥你放心吧，只要是王妃有意打的，伤不会那么轻的。你这话倒也对，而且打是情骂是爱，有的时候小吵小闹可以增进感情，不是坏事。哎，算了，说多了你也不会懂的，反正王爷都说没事，那就是没事。说的一副你多懂的语气一样。我现在确实就是比你懂啊。清玄现在真是恨不得现在给黄雀脸上来几拳，这臭小子现在真是太嘚瑟了，欺负他没谈过恋爱是吧？这边秦君夜待在书房里议事，江宁儿午睡过后才悠闲地起身在府里散步。正值此时，秦君行来了。小七，你来啦！江宁儿小跑过去，秦君行看了看，我哥呢？怎么没跟你一起？他在书房议事呢，你找他。倒也不是，只是奇怪你们没有在一起。你哥虽禁足，可白日还是要跟清玄他们商量一些事的，通常是快晚饭时才出来的。是吗？我前2日一听说他被禁足就来过了，结果那个白天你们2个在房里办事，我等了1个多时辰，你们也不结束，我才走的。2天前的白天，他们好像确实是在房里干些少儿不宜的事情。江宁儿无了个大语啊！那个，我跟你哥确实是有些事情在商量，我有些铺子的经营问题，在跟他请教。你们是正经夫妻，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自是盼着你们早些给我生个侄儿或侄女的，你们能快一些有孩子，我跟母妃都高兴。所以我想着不来碍事，这才等了几日才来的。说来你们成亲也都快1年了，你肚子怎么没动静？林月寻都已经显怀了，你还比她早嫁人，是不是也该努努力啦？啊，我努力有什么用啊？月貌是你哥不行吧？啊，真的假的？我也知道母妃盼着抱孙子，但这事儿我都不好跟母妃讲，怕伤了母妃的心。王爷3年前中毒，还是伤了一些的，这事我也……果然，秦君行刚才还一副小大人我什么都明白的臭屁表情，顿时陷入了沉思当中。这是王爷的秘密，你可千万不要跟别人讲哦。秦君行闻言，眉头几乎皱成了个川字儿，他看向江宁儿身后，哥。一回过头，他就看到秦君夜站在他身后，正冷凌凌地看着他。王爷你来了，你们事情谈完了，你什么时候来的呀？爱妃你猜？感觉到一丝不妙，他拔腿就想跑，被他长臂一伸，一把顾进怀里。就在爱妃刚才说为夫不行的时候，江宁儿嘤啊，现在认错还来得及吗？原来爱妃一直是这样想的，看来是为夫的不是了，定是因为我没有好好满足爱妃，才会让你有这种念头。
我乱讲的啦，我就是吓唬吓唬他。乱讲？但我怎么觉得确实是我做的不够呢？我检讨，我改正，从今日开始，为夫定加倍努力，让你再也说不出这种话来。天哪，秦君夜现在的频次他就已经快遭不住了，还加倍。王爷，少儿不宜，你别在小七面前越矩。你把头转过去。好嘞，连忙听话的转着自己的轮椅，背对着他们，片刻都不带犹豫的。而秦君行背身的同时，秦君夜便按住了江宁儿的后脑勺，略带凶狠的啃上了他的唇。本来中午被了不起的欲望，却没有吃到肉，就让他心中很不痛快了。如今还听到他如此说自己，哪儿还能忍？为夫今夜定好好表现，不让爱妃失望。说完，转身先离开了。等到秦君行转过身后，看到他的嘴巴，也忍不住感叹：我哥可真狠！臭小鬼，你太没义气了！你看到你哥过来，怎么都不提醒我一声？谁让你自己口无遮拦的？好你个小鬼！所以你一开始就知道我是在乱讲喽？你耍我？自然知道，你真以为我那么蠢呢？嘿嘿，真是没想到，你平时张牙舞爪的，到底还是能被我哥给治住的嘛。哦，你这个死女人，你怎么又打我？你哥我是打不过，但揍你我还是可以的。我也让你看看我治不治得住你。哥，救命！这天，江宁儿一直磨蹭到了天黑，临近要进入秦君夜院子时，他转了方向，心有余悸的觉得自己还是去魏瑶那边睡吧。可谁想到，脚步刚转2步，整个人便被一股力道直接抱起，带回了房中，一把丢在了床上。还想跑？罪加一等。王爷，你听我解释。可秦君夜并没有给他开口的机会，便将他要说的话都吞入了腹中。江宁儿呜咽着想要表示抗议，但很显然结果是抗议无效。他被折腾到后半夜才睡，还没睡几个时辰呢，天刚亮就被门外下人来报的动静又给吵醒了。王爷王妃，宫中来旨意了。他困得睁不开眼，只依稀听到身旁人说了句让他不用管，就听到有人下床推门而出的声音。不知又迷迷糊糊睡了多久，等他再睁开眼时，便看到秦君夜坐在床边。醒了，为夫昨夜表现得如何？爱妃可还满意？江宁儿不动了，只能一双眼睛愤愤地瞪着他。这是不满意的意思？满意。还敢不敢了？不敢了，再也不敢乱讲了。我饿了。我让厨房准备了，就等你醒了再上菜的。我没力气了，你要负责喂我。好。吃完饭后，开始问起早上府中的动静是何缘由。早上宫中来人是传旨的，出什么事儿了？说是皇后过几日生辰，要求我们得出席。二皇子都这样了，皇后不低调一点，还敢大办生辰宴？皇后不傻，既然这样做，自然有她的道理。莫非是为了二皇子？宁儿果然聪慧。是怎么个回事？说来听听。皇后终究是皇后，二皇子虽被罚禁足，可皇后并未被废黜，所以就算再不喜欢，就连父皇都不得不顾及到礼部的那些规章制度，在生辰宴这种事上，必须得给足皇后该有的排场和面子。而皇后的生辰宴中有一项礼仪，便是子嗣要低俯依裙叩拜，以示孝道。如此一来，作为嫡子的二皇子势必得参加，只要能被批准出府，也就意味着禁足解了。原来如此，那你父皇同意了？从消息来看，父皇是应允了这项礼仪。他这才被禁足了几天就又放出来了，他明明都犯了那么大的事儿了，难道就这样过去了？父皇从一开始就没想重罚他，因为若是重罚他，打的是皇家的脸面。可贪污灾银案已经折损了他几乎所有的力量，甚至连皇后的母族也在贪污案中被斩首抄家。所以我想，父皇就算解了他的禁足，也已经不可能再重用他了。只是现在到底罪不及皇后，所以父皇不能够无故废后，连带着也不得不对二皇子宽容一些。知晓老二到底还是没用了，江宁儿才松了一口气。他还是觉得真是便宜那个死猪头了。你昨日下午是不是给君行看过了？他的腿如何？可有的治？我不想他失望，所以没有说什么，只在他抱着小狗玩时，偷偷给他号了一下脉，简单的检查了一下。江婷说的没错，我也判断小七应该是中了巫毒，才会站不起来的。可之前我也寻过别的大夫，文医也给他看过，都无人发现他中毒了呀。你别说他们没看出来了，之前我跟小七接触这么频繁，
就连我都没有瞧出端倪来。巫毒当真如此厉害？你是诡异都没发现？王爷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我师父？记得，你说过你师父是当年江湖里鼎鼎有名的毒宗老祖。没错，我师父的毒术可以说是出神入化，但就算是他，毒术里也有一个分支是他所不能破解的，就是这个巫毒。你既然没见过，如何确定军行是中了此术？我虽不懂解，可我师父曾对此有过研究。我师父说过，巫术大多阴鬼，极阳之物可化解，而属南方的南诏国就有一个特产，叫做至阳草，正是世间极阳之物。若是以中巫毒之人被至阳草拍打头顶，百会穴会立即出现一个红色的印记。也就是说，只能确定他是何原因无法站起，可你也无解。他多年没有站立，下半身的肌肉骨骼势必有一定的损耗，这些我倒是还有法子给他还原。可如我所说，他站不起来，并非是身体机能造成的。就算我治好了他的身体，若是我无法解除加在他身上的术法，他便仍旧站不起来。秦君夜听到这里，神色不由得低落了起来。不过王爷你也别太失落，我虽不会巫毒之术，可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谁？这个人跟我们两个还有点渊源呢。不周山上有仙羔羊，可窥探天机。你是说羔羊道人？李雨楼也曾查过这位羔羊道人，我知众人都传他神机妙算，却从未听说过他懂得巫毒之术。你如何知晓的？我刚说过，我师父唯有巫毒不能破解，正是因为他多年前曾与这位羔羊道人斗过毒术。他们二人约定分别给对方下毒，然后再各自想法子去解。最后的结果，虽说羔羊并未能将我师父的烈性药毒尽解，可我师父却对他所下的巫毒根本无从下手。如此，那场毒术的比试便以羔羊胜出。他们二人本是约定10年后再比一次，只可惜我师父在约定的5年后就过世了。所以王爷，既然他是连我师父都认可的人，只要找到这位羔羊道人，我想小七的巫术一定可解。玉王叔跟这位羔羊道人有些交情，我们可以找他问问。老小子，说来也奇怪，秦天玉这些日子好像是在躲我，我也想找他问我娘的事情，都寻不到他的人呢。无碍，皇后生辰，玉王叔势必会参加，到时候可以找到他。好，就这么办。一晃眼，秦君夜的禁足之期已到，皇后的生辰宴悄然而至。想什么呢？再想2件事，一是今日没瞧见秦天玉啊。确实，我刚让人打听了一下，说是王叔早晨来请过安，送了礼，之后便借口拉肚子恢复休息了，不参加宴会。这套路还真熟悉，这家伙怎么又用史顿这一招？我也觉得蹊跷，也许你猜的没错，王叔是有意躲你。那怎么办？我们还等着靠他去找羔羊道人呢。不打紧，李玉楼找一个逍遥王还是找得到的。所以你在想的第2件事呢？第2件事，我看叶氏已经显怀了，应该有5、6个月了。我们之前说好的那事儿，王爷这边如何了？我办事你放心，叶氏的那个师兄已经在从江南来京城的路上了，应该这1、2日就能到了。这么快？王爷你怎么办到的？我让人模仿叶氏的笔记，写了一封信给他在江南的师兄，信里道尽孤苦和对他的思念，自然也提到了怀上他孩子的事情，所以对方拿到信件后几乎没有多做犹豫，即日便出发来京城了。嘿嘿，看来不日又有好戏看了呢。到时候你预备如何戳破此事？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事儿我交托给江婷姐去办了，所以到时候我们就负责看戏就好了。以江婷对叶氏的怨恨，我相信她一定会把这场戏安排得十分精彩。2人说话间，这场宴会的主角终于来了。天启帝与皇后相互搀扶着坐上了最高的位置。不知你们可给你们母后都送上了些什么东西啊？作为皇后嫡子，2皇子和侧妃江一雪自然是要第一个上前献礼的。儿子寻得一块西湖寿石，祝母后身体安康，福寿绵延。其儿这阵子在府中休养，看来性子也是低调了许多。皇上不知，其儿这阵子修身养性，每日在府里抄写佛经，日日都写到半夜才敢就寝，为自己的罪孽赎罪，为皇上祈福。其儿是真心知道错了，也已经积极改正了。不错，有长进。儿媳也给母后准备了一份薄礼，还希望母后喜欢。不知侧妃准备了些什么，快让本宫瞧瞧。是儿媳曾得一神药，此药美容护肤之效甚好，特送给皇后娘娘，祝皇后娘娘青春永驻，容颜不老。
皇后招人拿过来瞧了瞧，打开闻了一下，微微蹙眉。这药是什么做的？为何闻着有一股腥臭的气味？母后，这药就是这种气味，是儿媳有幸买到的鬼医所亲制的药。儿媳曾有次脸上过敏，吃下后不出几个时辰就恢复如初，皮肤也变得细腻有光泽。直到现在，我也是每日都在吃此药，这绝对是养颜护肤的神药呢。鬼医之名本就远播，加之江一雪的容貌确实靓丽，皇后刚刚还有些嫌弃的表情，顿时如获至宝，并连忙让人上了壶茶水，送服了2颗。她细细品了一下，表情欣喜。此药虽闻着不好，可吃下后倒是有回甘呢，看来确实是好东西。鬼医怎么回事？江宁儿顺了顺胸口，附在他耳边简单讲了一下事情的缘由。秦君夜瞳仁猛地睁大。什么？你说那瓶其实是老鼠的？嘘，我也没想到啊，我只是坑江一雪来着，谁能知道他要拉皇后下水啊？我还奇怪呢。前些日子江一雪让人来递消息说他吃完了，要我再给他1瓶。我想着怎么人家也给了我10万两银子，我得有点售后精神，就让人去又给他装了1瓶。谁能想到他居然是要送给皇后当生辰礼的。秦君夜也是抿着嘴，有些忍俊不禁了起来。王爷是觉得我太过火了吗？不是，为夫是觉得你干得漂亮，觉得你太过聪慧了。江宁儿低头嘿嘿一笑，虽不是自己直接有意造成的，可这个间接结果她还是十分满意的。就在诸位开始用餐时，于贵妃起身冲皇后行了一礼。皇后娘娘，今日借着喜庆的日子，臣妾有一事，还求皇后和皇上成全。妹妹有什么事，不妨直说。是这样的，臣妾的灵儿与2皇子同岁，也该是要成家立业的时候了。臣妾斗胆，想在今日给我的灵儿求个赐婚的旨意。哦，不知妹妹和3皇子是看中了哪家的千金啊？正是于老丞相的孙女于锦柔。是吗？于家小姐何时跟3皇子交好的？本宫之前怎么从未听闻？说来也不怕皇后娘娘笑话，这2个孩子啊，其实早就有感情了，一早连我都不知道呢。但是臣妾对这位于姑娘当真是喜欢得紧。锦柔，还不快上前来，让皇上和皇后娘娘好好瞧瞧你。于锦柔即刻便从坐席起身，踏着标志着淑女的步子走到了殿前，躬身行礼。小女于锦柔见过皇上，见过皇后。皇上以为如何呢？3皇子和于姑娘可也是此意。3皇子连忙也上前与于锦柔站在了一起。父皇，儿臣确实与锦柔姑娘两情相悦，还望父皇成全。于锦柔也轻轻点头，满脸的娇羞，虽未言语，可那副表情任谁看了都觉得是郎有情来妾有意。皇上您可不能偏心啊，2皇子当初2位妃子娶进门，如今正妃都已经有孕了，灵儿与2皇子同日出生，总不能说兄弟都可以娶妻，唯独他却不行吧？儿臣定会对锦柔好的，还望父皇能够成全儿子的一片情谊。朕也没说不同意呀。既然你们2人如此情真意切，朕又怎么会做棒打鸳鸯之事？朕便赐婚于锦柔为3皇子正妃，婚礼事宜就交给皇后去打理。谢皇上隆恩，如此就有劳皇后娘娘了。下个月初8就不错，本宫会安排好的。一次婚，于锦柔便从本来朝臣女眷的位置被安排坐了3皇子身旁。有意思，那2人还真是情真意切，连我都差点以为他们2个真的相爱许久了呢。我说了，这位于家小姐很清楚自己要什么，也很清楚为了得到这些她该如何做，你不必为她惋惜。我才不为她惋惜呢，我是在想，如此一来3皇子势力大涨，可否会对我们有影响？放心，不必理会这些。不过不得不说，这2人确实般配，一个比一个会演。就是不知道最后到底谁演得过谁了。朕这里还有一事，趁着众爱卿都在，正好与你们商谈一下。本还有些喧闹的大殿听到这话，顿时安静了下来。近日南赵国的世子和西凉国的郡主便要带着使团进京，诸位觉得哪位皇子去接待这2人最好？皇上，
之前不是说只有南诏国吗？怎么西凉也来了？还是派了个郡主来？南诏之行是先前他们国君便与朕有过通信的，至于西凉国，也是近日才来的消息，朕也十分意外。据说这位郡主是西凉摄政王的独女，也是西凉国君的亲侄女，备受西凉国重视，所以此次接待务必要用心。江宁儿闻言后，眸色一下就晶亮了起来，因为他的师兄终于要来了，而且西凉摄政王的独女，那不就是当初他比武招亲赢下的那个漂亮小姐姐吗？我早有听闻，这位西凉郡主容貌天姿，儿臣愿意去接待这位郡主。江宁儿闻言猛地皱了一下眉，之前他还一直觉得这个老五或许是个老实的，没想到这么直接。父皇，武帝年轻，难免会失分寸，儿臣愿意去接待使臣。二哥，你已经有正妃和侧妃了，正妃还有这身孕，怎么还想再拿一个？父皇，之前都是儿臣接待使臣，儿臣有经验，不如由儿臣去吧。你也刚刚册封了正妃，还没成亲，如今又想再要一个，是不是太贪心了一些？非也，因为我还没娶，到时候为表示尊重，我可以将西凉郡主与柔儿一同娶进门，我会让西凉郡主也正门同入，绝不给她半点亏待。若是柔儿同意，我甚至可以将西凉郡主抬为平妻，与她平起平坐。于锦柔听到这话，刚才演的深情脸也忍不住皱了皱眉，显然对三皇子此举十分不满。只要三皇子不嫌弃，到时候锦柔愿意与三皇子一同接待西凉郡主。神堂堂西凉郡主哪里能够当侧妃？如今适龄的皇子只有我正妃魏丽，自然是我最为合适。我说两位哥哥，你们是兄长，这种事就不要与我这个做弟弟的争抢了，好不好？五弟，瞧你说的，我们是在说谁更合适，不会让西凉来时觉得我们亏待，而你却以年岁辈分说事。若真要以兄弟年岁论结果，在场的成年皇子里，六弟比你更小。若六弟愿意，你是不是就直接把机会让给六弟呢？是，三弟说的没错，是吧，老六？被点名的秦君夜抬头后，满脸的莫名其妙。他明明什么都没说过，怎么就突然扯到他身上去了？哦，晋王爷有意争取？不愿意，儿臣性子不好，会得罪郡主的。他话还未说完，江宁儿便直接在他大腿上掐了一把。怎么了？你刚才示意不是吃醋要我不答应吗？什么吃醋？我是让你答应。啊！秦君夜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答应啊？这显然是个麻烦事儿啊。晋王妃，你是不愿晋王去接待西凉郡主吗？真要是如此，你是否也太小气了些？母后误会了，我是在跟王爷说，西凉使团只是说来京而已，可又没说是来和亲的。我只是奇怪，人西凉郡主说不定就是来跟父皇请个安，见个面，送点土特产，唠唠嗑就走的。为何几个皇子说的好像人西凉郡主一定会嫁给他们一样？是否有些太自作多情了？这王妃说的没错，朕只是问谁接待，你们倒是争论起谁要跟西凉联姻了，怎么都这么急不可待？天启帝一语直接把几个人的心思都给戳破了。听闻你在大理寺比较闲，几个成年皇子里就属你最为懒散了，此次你就出力，这位南诏世子便由晋王接待，诸位可有异议？几个皇子都觉得无利可图，所以无人争抢，都摇头表示没有异议。唯有秦君夜的表情不是很好，因为他私心是一点也不想招待花竹枝的。他无声叹息：儿臣遵命。灵儿，你之前接待过西凉使团，对于西凉人的性子习惯都有所了解，这次西凉使团便由你来，如何？儿臣定不辱使命，尽心照顾西凉使团。饭宴过后，大家都从殿中离开，四散在各地谈天说地。今日清玄黄雀都各有事宜，便是千明跟着他们进宫随行护卫。秦君夜和三皇子被礼部叫去，共同商议接待事宜。江宁儿只能由千明跟着，先在附近闲逛等他。夜幕初降，日落西山。咦，宫中还可以放花灯？往日是不行的，但今日是皇后的生辰宴，花灯有为生辰者祈福之意。再也因为皇后是一朝国母，在女子心中是嫁得最好的人，所以在此放花灯，也是祈求能像皇后一般有个好姻缘，能借此沾沾喜气。居然还有这种事啊！千明，那你也去放一个呀？属下吗？
王妃，属下是男子，哪有男子放花灯求姻缘的呀？女子可以求，男子为何就不可以？你不想娶媳妇？你什么你？别以为我不清楚，府里的兄弟都眼红黄雀现在有瑶瑶，还盼着我是不是还有什么别的姐妹呢？原来王妃都知道啊。我呢，虽然没有别的妹妹可以介绍给你了，但作为你的主子，你的终身大事，我是有责任照顾的。你跟我说说看，你喜欢什么样子的，我日后帮你留意留意。属下也不知道，属下没怎么跟女子接触过。没接触过？不可能吧，我明明听他们说过，你是王府里女人缘最好的啦。什么女人缘最好？王妃，你别听他们乱讲，属下可没有啊，属下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拉过呢。江宁儿被千明突然激动的反应弄得愣了一下，但很快就忍俊不禁了起来。哎呀，王妃，你就莫要打趣属下了。好，不逗你了。那我说真的，你喜欢什么样子的女子？今日这么多小姐女眷都在，你看看哪一款是你的类型？虽说我不一定能够撮合成功，但是知晓你的喜好，我日后也好帮你留意呀。喏，你看，是凉亭那边的那种小鸟依人的，还是左边那个粉衣服小姐那种温婉大方的？千明将江宁儿说的那几个都看了一圈，最后目光不自觉的就落回到了他的身上。你看我做什么？我让你看桥上那种丰满的，你喜欢吗？王妃，你指的这些我好像都不喜欢。都不喜欢？今日来的小姐们也算是燕瘦环肥都有了，除了对了，瑶瑶呢？瑶瑶那种甜美可爱型的呢？说到这儿，江宁儿还不忘提醒了他一句，不过我也只是问你类型，你可不能真的喜欢瑶瑶呀，否则黄雀要跟你急的。王妃放心，挖兄弟墙角的事情我千明是绝对不会做的，而且魏姑娘那种类型更像妹妹，也不是我喜欢的女子类型。或许我喜欢的女子类型与这些官宦小姐们都不同，可能我喜欢野的。野的？江宁儿理解出现了偏差。我去哪给你找野人呀？千明，你的喜好可不可以阳间一点？千明脸色沉了下去，他其实是想说他喜欢他这种看似野蛮张扬又不失娇媚动人型的。算了吧，王妃，感情的事情或许讲究一个缘分，我一时之间真答不上来，你就放过我吧。好吧，最后也只能作罢。二人说话间，太阳已经彻底落山，夜色高悬，河面上的点点灯火也开始熠熠生辉了起来。哇，千明，你看这些花灯真好看。却不知在他转过身欣赏河边缓缓流淌的花灯时，千明站在他身后，也目光沉沉地看着他。此时的千明其实已经很清楚自己的心意了，可同样的，他也清楚有些人就像河中的星辰一样绚烂美好，可并不属于他。只要能时常默默地看到和守护这番美景，他便已心满意足了。是啊，真好看。千明的那份落寞隐藏得很好，只是一转而逝的功夫便恢复如常。可就是这一刹，还是被此时意识中透过窗户寻江宁儿身影的秦君夜给捕捉到了。他眉心微凝，觉得自己好像看出了些什么异样，但因为千明后来将这份情绪隐藏得太好，以至于他疑惑了片刻，又恍惚地以为许是自己想多了。殿下，晋王殿下。坐在对面的礼部大臣唤了他几声。刚才老臣所说的接待事宜，王爷可有异议？若没有，我们就接着定下一个章程了。秦君夜收回目光，转过头去。接着议吧。南诏和西凉的使团终于进京了。往年南诏、西凉也有来使，可是世子和郡主带队却是第一次。宫门之前，负责接见使团的礼部官员们自然早早就来了。可眼见着队伍已经近在咫尺了，作为负责人的晋王还不出现，这可把他们给愁坏了。二皇子听见了几个官员的动静，走上前去。怎么，几位大人，六弟还没来吗？说是晋王妃睡过头了，所以耽搁了时间。秦军旗心中嗤笑了一声，接待使臣那可是大事啊，居然还可以睡过头，这个江宁儿也未免太过胆大妄为了些。六弟妹性子跳脱，常常不按常理出牌，可以理解。但六弟呢，
他为何也不来？这老臣哪里知道啊？我听一路上伺候的官员说，这个南诏世子性子暴躁古怪，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人。晋王爷怎么能第一日就迟到啊？这可太失礼了。南诏世子定会大怒的。哎，无碍，不是还有各位大臣你们吗？由你们来接见也是一样的。只有我们没有皇子撑场的话，到时候南诏国要是追究说天楚怠慢，可怎么好？对了，二皇子不是在吗？不如由二殿下接替晋王爷吧。但父皇任命的是六弟啊，本皇子也是只是来凑个热闹的。到时候父皇要是追究起来，怕是要说我抢六弟功劳了。二皇子此时已经顾不得功劳不功劳了，这可是关系两国邦交的大事。是啊，皇上知道是怎么回事，要追究也是追究晋王夫妇的无礼，定不会责怪二殿下，反而应该是嘉奖二殿下才是啊。那既然如此，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一炷香后，南诏的队伍终于在宫门前晃晃荡荡地停了下来。鄙人天楚国二皇子秦军旗恭迎南诏国世子，还请世子下轿。花竹枝本是撑着脑袋闭目养神，听到这一声缓缓睁开眼来，狭长上挑的眸子状似狐狸的睨着帐外的人。秦军旗看到他的脸，心中忍不住赞叹了一番，因为他还从未见过有男生女相的如此好看的人。怎么不是晋王来接本世子？本来理应是六弟来的，但他来晚了，还望世子海涵呢。听到这话，花竹枝乐了。本来他就想着终于可以借着身份找秦君夜的麻烦了，还愁怎么折腾他，这下有借口了。让他来，本世子就要你们晋王爷接，你区一个皇子来算什么？区一个皇子？秦军旗脸色僵住了。花世子有所不知，这位二皇子可是皇后娘娘的皇子，是天楚唯一的嫡子，身份比晋王尊贵呀。哦，是吗？既然最为尊贵，为何他不是王爷？这皇后嫡子又如何？我南诏国向来不认什么嫡庶，只认本事。就算是国君，也是以本事来选储君，而不是看老娘是谁。我只知道天楚皇室皇子虽多，可王爷却只有7人，如此就可以证明，定是因为他有军功在身，是其他皇子所不能企及的。在我南诏人的眼里，有能力的王爷可比没能力只有个尊贵老妈的皇子来得厉害。秦军旗闻言，脸色简直难看到了一个极点，这不是相当于当众说他不如秦君夜吗？世子若是执意要等六弟来接见，怕是要等上许久了。等？你们就是这样待客的？居然要我在这等他？花世子有所不知啊，我这六弟向来我行我素，近日又沉迷女色，他之所以没来，听消息是因为他家的王妃困觉起不来床，这才给耽误了。秦军旗看到花竹枝的表情，冷了下去，心中嗤笑。他是想给花竹枝还击，既然他不把自己放在眼里，那就让他知晓，他一心要见的晋王也没把他放在眼里。困觉？却不知花竹枝想的是，这个时间点了，师妹怎么还在睡呀？莫不是生病不舒服了吧？不行，他得去瞧瞧。既然这样，那我也不用你们招待了，我直接去晋王府拜访吧。直接去晋王府？怎么，他不来，还不许本世子自己去了？既然花世子一定要见六弟，我们也不好阻拦，我带世子去。有劳，带路吧。而此时的王府中，秦君夜其实早就醒了，他合衣靠在床上，一手拿着书静静看着，另一只手则搂着怀中的人，气定神闲，丝毫不慌，直到怀中的人像猫儿一样发出梦语般的嘤咛。终于睡醒了。江宁儿伸了个懒腰，发现窗外阳光刺眼，模糊着问他：什么时辰了？应该已经快50了。50啊！哇！我操，50！你怎么不叫我？今日是不是我师兄来的日子？我还不是顾念你昨夜睡得晚，看你睡得沉，所以不舍得喊醒你。那我起不来，你可以自己去啊。这个时辰，使团应该早来了，岂不是南诏使团来都没有人接见？放心，有大臣。只有大臣怎么行？
接待使臣，向来要有皇子带头的。你父皇要是知道了，定会怪罪你的。父皇常常怪我，这个我倒是不怕。秦君夜说着，伸手把他拉进怀里。是你昨夜说怕你师兄欺负我，所以要求跟我一起去帮我挡一挡的。我又不舍得叫醒你，就只能等你自己醒。毕竟我也不敢一个人去，我怕你师兄打我。为父也只是想你好好休息，没想到也遭来你的责怪。唉，到底是为父的不是了。天哪，好浓的绿茶味儿啊！王爷，你从哪学来的这招？简直就是江一雪看了都要甘拜下风的程度。不过你跟我装柔弱，是不是有点没有信服度啊？我师兄哪里打得过你啊？他是打不过，可他是你师兄，我不敢还手啊，你还怪我？好好好，不怪你，不怪你。他要是欺负你，你就跟我说，我可以帮你欺负回去。你欺负回去有什么用？到时候你师兄还不是都还到我身上来了？你要真心疼我，记得补偿我就好了。你想要我怎么补偿你啊？都可以，最好是肉偿。秦老六，你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看他笑得开怀，秦君夜也忍不住跟他笑闹了起来。其实他哪是真的怕呀，就是提前做做样子，好多占据一些他心里的位置罢了。王爷，南诏使团跟一众礼部大臣还有二皇子到王府来找您了。一大帮子人直接找上门来，这倒是让秦君夜有些没想到。二人简单梳洗了，便一起去了会客厅。因为他们来得太紧急，太过匆忙，江宁儿甚至都来不及挽发，打着哈欠就过来了。哎呀，六弟妹啊，你往日胆大妄为也就算了，迎接南诏世子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也姗姗来迟啊？而且你穿的甚至都不是礼服，实在是太有失体统了。六弟，你也是的，你进就骄纵的，该叫我天楚失了礼数，还不赶紧向南诏世子赔礼道歉？昨夜本王与内人玩闹的晚了点儿，今日才会错过接世子的时辰，还望世子海涵。玩闹？具体是玩闹了些什么？江宁儿露出的脖颈上还有个十分明显的红痕，众人一下都心知肚明了。礼部的几个大臣连忙低下头去。秦君奇虽也震惊了，秦君夜居然把闺房的事儿拿出来当着别国世子的面讲，真是太目中无人了。他鸡贼一笑，目光瞥向一旁，发现花竹枝果然脸色是难看至极，甚至对秦君夜是怒目瞪之。只是他不知道，花竹枝气的不是这二人失礼，而是看到师妹脖子上的痕迹他难受。哪怕已经知道自己没法改变什么，可也丝毫无损他此时的痛心疾首啊。因为他是第一次这么直面自家白菜真的被猪给拱了的事实。妈的，真想阉了秦君夜这头公猪。而秦君夜自然看出了他眼中的意思，却丝毫不以为意，甚至心中十分得意。因为他就是为了向花竹枝宣示主权，故意在江宁儿身上留下这个明显的吻痕的。这事儿怪我，是我的不是。我从未接见过使臣，所以央求王爷一定要带上我。结果我睡过头了，我给世子赔不是。本世子被你们怠慢了，所以很不高兴。现在要求你们晋王府做出一些弥补，你们可愿意？弥补？世子想要我们如何弥补？我看你们晋王府风景不错，空房也多，本世子要求这阵子就搬到你们王府来住。世子理应住在礼部安排的外交驿馆中，住我王府算什么？你们天主还有律法，使臣不许住王府吗？我觉得你们外交驿馆的环境没这好，风景也没这好看，本世子不喜欢。我今日还就是看中你们王府了。怎么，晋王爷作为接待本世子的负责人，本理应尽量满足本世子的需求，让本世子在天楚期间待得开心。现在这么简单的要求，你们天主竟也办不到。几位大人，这样可行吗？按礼法确实没说不行，可南诏使团还有几个官员，宫中是派了人伺候的，使团的人加上伺候的人，要是都来王爷府上，怕是就拥挤了，会使使团感觉不好吧？属下等是怕到时候招待不周，会让南诏的各位觉得不悦。本世子没说让他们都来，其他人还是待在驿馆，你们招呼就是了。本世子只带一个随从，我们两个来王府住下便是了。区区2个人，王府应该养得起吧？多养2个人，晋王府自然是没问题的。可问题是，秦君夜一点也不想花竹枝住得离江宁儿那么近。世子若觉得驿馆不好啊，可以来我二皇子府，我那儿比晋王府更大，
世子定会喜欢的。你呢？我不乐意，本世子就喜欢这里。再说了，本世子要住这儿，也不是为别的，就是仰慕晋王威名许久。此次来你们天楚，就是为了跟晋王爷认识一下。住在这里，我便可以跟他把酒言欢，彻夜长谈了。秦君夜眼角抽了抽，还仰慕他的威名，这种鬼话他真是一个字儿都不信。江宁儿生怕二人打起来，连忙应下：好，可以，世子就住我们王府吧。宁儿，既然章程没有说不许，今日起花世子便住在我们王府，各位大人们只需照料驿馆里其他的人，世子我们王府会照顾的，可行？可是，但是有什么但是的？还是晋王好说话。然后不等众人反应，便叫来自己的侍从：阿邪，让人把我的东西都搬过来，本世子要选个风景好的院子，在这里住下来。礼部官员本还叽叽喳喳的，想要跟世子讨论一下住下后的事宜。花竹枝听了会儿，以要休息为借口，就把他们都给赶走了。没多久，南诏使团得知世子要住在王府后，大箱的东西就开始朝王府里搬。你做什么？真把你南诏国的家当都带天楚来了？花竹枝不理他，直接掠过他，来到了江宁儿身边。小林，你看，这些还有这些，这几箱都是我给你带的，你看看喜不喜欢？嘿，给我的。箱子里尽是花竹枝搜罗来的新鲜玩意儿，甚至还有模样精致的拨浪鼓等小女孩喜欢的东西。你还真是把她当小孩子了，她已经是人妻了。不需要你提醒，我跟师妹认识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玩泥巴呢。我送什么要你管。师兄送的我都很喜欢，你们不要一见面就掐架好不好？行，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不跟他计较。你住我府里没关系，但你最好别招惹的西凉郡主也跟着来王府才是，否则我可没法说清。我招惹他做什么？我知道你不爽我，所以按道理你应该很讨厌看到我才是，但你却不跟你们南诏的人一起住外交驿馆，非要一个人跑我这里，你应该有别的用意。其实那个驿馆的环境我是看过的，吃穿用度甚至是风景都比我王府来的要更好，不存在不舒适一说。我想了想，唯一的缺点就是此次南诏与西凉同时来京，都被安排在了那里。西凉郡主若是要找你，简直易如反掌。是呀，师兄你不是最不喜欢看到我跟王爷一处了吗？可你要来了王府，不是天天都要看到你不喜欢的画面了？你图什么？你们别乱说，谁说我是躲他了？哼，看来花世子真的很怕这位郡主，说话都结巴了。谁怕了？小爷我会怕他那个男人婆？我那只是想跟我师妹住得近一些，然后好盯着你，不许欺负我师妹罢了。那你这个师兄还真是管得比宁儿亲哥哥都宽。亲哥哥？小丽，你何时有亲哥哥的？莫非是沛国公府的那个大公子江亭？他算哪门子亲哥哥？有我亲？这个一下子说不清，晚点再跟你讲。不过师兄，你别岔开话题，我其实也想问，西凉郡主为何此次也会来天楚？当真是跟着你来的？我哪里会知道？师兄，你是不是瞒了什么没告诉我？没有。当真没有？那上次你说会跟他说清楚比武招亲的事情，可有言明？我自然是说了的。不仅是说了，说完以后，二人还发生了一些不得了的事情。就是说过之后，我就没见过他了。我也是前阵子才听说他来天楚了。你既然跟他说明了，那也就是事情解决了才是。那他还这个时候来天楚，莫非真是来和亲的不成？和亲？谁说他是来和亲的？你是不知道，前阵子知道西凉要来一个郡主，几个皇子都在殿上抢这个接待之责呢。他们都觉得原郡主是来和亲的，就想着谁能娶了她，好得到她背后西凉的支持。你刚才看到的二皇子，还有负责接待他的三皇子，都想纳他为侧妃呢。他在西凉国怎么也是摄政王的掌上明珠，来这儿给人当妾。你们天楚的皇子是不是太把人不当回事了？想得可真美。说完，他瞪了一眼在场唯一的天楚国皇子。秦君夜感受到他恶意的目光，心想，这干他什么事儿啊？既然花世子你不愿娶别人，何必管别人是来当妻还是当妾呢？谁说我要管她了？她要嫁给谁关我屁事。不说这个了，我饿了，带本世子去京城逛逛。秦君夜眉尾一扬，江宁儿也看出了一些端倪。
见花竹枝大拉拉的拉着江宁儿就要往外走，秦君夜上前将二人分开。奉命接待你的人是我，要带也是我带。你们如此上街，你是生怕旁人看不出你跟宁儿的关系亲密，还是你想给有心人机会，给宁儿扣一顶勾搭别国世子的帽子？那你还不给小爷我带路？要是招呼不好我，回头我就去找你老子告你状去。看到花竹枝转身大不留心的张扬样子，秦君夜揉了揉额角，这是走了一个哥哥，又来了一个，且他觉得这一个可比洛天成野蛮且难伺候多了。为了方便他们师兄妹叙旧不被人发现异样，三人来了秦君夜的月宁楼。只是没想到，三人刚进包房坐下来没多久，就有一个不速之客主动找上了门来。哎呀，六弟妹，真是好巧啊，没想到居然在这里碰见你们。三皇子冲花竹枝先是自我介绍了一番，然后对他行了个君子礼。想必这位就是南诏的花世子吧？之前就听说过花世子容貌俊美，气质不凡，今日一见，果然不同凡响，叫在下惭愧啊。三皇子过誉了，见过三皇子。没想到三哥居然还敢找来啊！看来上次的事情，三哥是不气我了。哦，这位三皇子与你有过节？哎呀，没有，花世子不要误会，瞧六弟妹说的，我不是那么小气之人，怎么会因为那点小事气坏六弟妹呢？嘿嘿，如此甚好。不过三皇兄不是负责接待谢良郡主的吗？怎么有空来与我们打招呼啊？郡主有恙，早上来后便在外交驿馆睡下了，我将西凉使臣们带去驿馆后便也无事了，于是过来吃饭，也是凑巧，没想到碰到了你们跟南诏世子，为表我天出礼仪，作为皇室重人，自要来拜见一下的。来者是客，我又是兄长，不如你们这顿就由我来请吧。见没人留他，三皇子说着自顾自的就坐了下来，强行要加入他们。三哥既然有此美意，臣弟也就不拒绝了。小二把菜单给了花竹枝的手中。想吃什么？糖醋里脊和香酥鸡翅，好不好？这个世子该不会是看上江宁儿了吧？秦君夜是知晓花竹枝完全是把江宁儿还当小孩子在看，并无男女之意，可在察觉到了三皇子的眼神后，连忙咳嗽了两声。我们南诏向来尊重女子，同桌若是有女子，大都是先问女子的意向。怎么，你们天楚国不是总说万事讲礼仪吗？你们不是这个规矩？自然，往常本该是照顾女子，可世子才是客人，六弟妹是主人，应该主随客便才是。三皇兄说的没错，世子还是你先点吧。既然三皇子请客，三皇子可有忌口？有劳世子惦记，我不是很擅长吃辣，其他的都好。既然如此，小二，我要辣子鸡、香辣虾、麻辣香水鱼、剁椒鱼头、泡椒鸭胗。算了，把辣菜都给我来一份，全都给我多加辣椒，往死里加。我们南诏人就是最会吃辣椒了。花竹枝冲他笑，我早就想说了，来京城的一路上吃的都不对我们南诏人的胃口，本世子实在是思乡情切，今日正好有三皇子做东，本世子好好怀念一下家乡辣椒的香气。但是呢，我们也不能得寸进尺是吧？避免浪费和三皇子你破费，我们点这些就够了，别的就不需要了。三皇子没有意见吧？感情就没一个不辣的菜呀。看到三皇子抽搐的嘴角，秦君夜连忙拿起面前的茶杯，掩盖着自己有些忍不住的笑意。天楚国人其实普遍都不善辣，江宁儿自幼是被他师父像老妈子一样带大的，那口味自然是与师兄相近的。两个人吃得无比开怀。秦君夜本也不怎么爱吃辣，因为江宁儿爱，夫妻两个口味会互相影响，故也练了出来一些。而三皇子不光不能吃，甚至有些辣椒素过敏。一桌子泛着红光的菜摆在饭桌上后，那个辣椒的热气还没进口呢，就已经熏得他眼泪直流，痛苦无比。三皇子吃啊，按照我们南诏的规矩给你夹菜，是喜欢你，可别不领情哦。你要是吃不完，就是不给我花某面子，一定要吃干净啊。都这样讲了，三皇子哪能够拒绝呀？只能够忍着舌痛和腹中的热痛，一边泪流满面，一边吃完全程。最后没多久，三皇子整个人被辣得热汗直冒，实在是难忍腹中绞痛，三皇子就待不下去了，捂着肚子仓皇离开了。可终于是走了，你们天楚国的皇子怎么都这么烦人？你要骂就指名道姓的骂，别用统称。不过你们南诏也是离奇，他们不知道你的性子吗？
外交这种事怎敢叫你来？晋王爷不妨猜猜看，是为何？南诏与西凉这个时候来京，应该与前阵子龙渊力破赤河国有关吧？见花竹枝没有否认，秦君业接着说下去。本来的7国之中，天楚最强，可龙渊如今的实力已经大有超过天楚之势。我父皇为此十分焦急，更是把龙渊国视为头敌。可我父皇如果想要削弱龙渊实力，天楚出兵攻打的话，因地势原因离龙渊国太远，太耗费力量了，容易得不偿失。而龙渊最近的就是南诏与西凉国，若能与你们2国相互配合，3国联合起来制约龙渊，就十分可行了。那要照这样说的话，师兄你们来是准备跟天楚合作对付龙渊的？看你师兄的样子，应该就不是这样想的。哪个国家会安排一个一来就整别国皇子的人谈合作的？晋王爷不蠢吗？你的脑子倒是比你那2个哥哥转得快。确实是你老爹给我们国君来的消息，找我们来谈合作的。可我们不傻，你爹是个有野心的，有统一7国的心。我们虽然跟龙渊算不得亲近，可2国也相安无事。如果我们真的助天楚灭了龙渊，怕是下一个就会是我们。我们知道天主向来觉得我们南诏人野蛮，可再野蛮，我们也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你们国君是觉得不好直接拒绝天楚，并让你这个没实权且脾气还差却身份镇得住场的长世子来了，这样既不至于显得太不给天楚面子，破坏2国之前的邦交，又谈不成任何事。你说的没错，所以我呢，其实就是过来你们这儿见见我师妹的。那师兄你们这次来待多久？大约是年底吧。对了，你先说你亲哥哥是怎么回事？我在来的路上不是听说你跟沛国公府断绝关系了吗？沛国公府对你一点都不好。反正既然断绝关系了，师兄我来了，要不要我帮你去教训他们？江宁儿将上次七夕之后的事情细细地跟花竹枝讲了一遍。你是说你的父母都另有他人？所以我现在的娘亲是死是活，我也还不清楚。我暂时留着江家，也是为了查清楚当年的真相。好，不管你想做什么，师兄都一定支持你。吃饱喝足后，夫妇2人就带着花竹枝在街上逛一逛。殊不知，自他们离开酒楼后，就被人偷偷跟上了，且看着他们虎视眈眈。不好，我耳环掉了。掉了，去前面铺子再给你买一对就好了。不行，这对耳环是母妃送我的，意义不同，我得找回来。王爷，要不你先带我师兄去戏楼，我猜应该是掉在刚才的铺子了，我找到了就去找你们。江宁儿折返回去找耳环，可刚走，秦君业才发现耳环是掉在他脚边了，于是2人又捡起耳环跟着追了上去。江宁儿不知他们追来了，回到刚才他们待过的一个铺子前，低头寻着，突然感觉背后一凉，一回头就见一条长鞭直朝他挥来。江宁儿旋身躲避，可还未看清来人到底是谁，对方攻势便愈发猛了起来，险些就要被这鞭子打中之时，秦君业出现挡在他的面前，并一把将鞭子给拽住，紧接着迅速朝攻击江宁儿那人一掌袭去。花竹枝扶着江宁儿之后，2人都认出了鞭子的主人。王爷，不可伤他！听闻动静，连忙收了力道，转而扼住对方的手臂，将其一扭，压制在了地上。疼！松手！花郎，救我！秦君业本以为袭击江宁儿的是个年轻男子，可一听对方的声音，发现是个姑娘之后，他立马就松开了他。没想到你们汉人居然也有武功如此高强的人，我的鞭子还我！花郎，没想到花世子还有这种情郎啊，怎么不早说？什么情郎？你聋吗？听不出来她是女的吗？自然听出来了，所以不是情郎，那就是情人喽。我不是他的情人，我是花郎的未婚妻。燕潇潇，你乱说什么？我说了，参加比武招亲的不是我，什么未婚妻？你少乱讲。燕潇潇不高兴地拉住他的衣袖。我如何乱讲了？就算不是你，可我西凉人都看到了，就是你这张脸上的我的擂台赢得我，而且留下的定情信物也是你的金羽翎。况且我也喜欢你，我就是你未婚妻，我要嫁你，要给你生孩子，生好多好多孩子。秦君也倒吸了一口气呀。我的姑奶奶，你别乱讲好不好？什么给我生孩子？你是不是女的呀？都不知道害臊的吗？而且我都跟你说得很清楚了，我说了800遍了，我不喜欢你。你身为郡主，你们西凉那么多好男人任你挑，为什么就要缠着我呢？你喜欢我什么？你说，
我改还不行吗？我们西凉男子都粗糙，我不喜欢。而你是我见过长得最秀气的男子，你这张脸比女子还好看，我就是喜欢你的脸，想每天都看到你的脸。你要怎么改啊？花竹枝表情痛苦的说不出话来。叶潇潇，我们不可能的，我娶谁都绝对不会娶你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师兄，你对任郡主客气些，有话好好讲。就因为她是不是？你就是因为这个女人，所以不接受我的，对吧？哈？叶潇潇，你够了，她是我师妹。哼，不是你跟我说，你师妹本跟你情投意合，却转头嫁给了别的男人吗？情投意合？师兄，你乱讲什么？我什么时候跟你情投意合过了？难道不是吗？是花郎亲口跟我说的，说他有个爱慕多年的师妹，不接受我，就是因为心里有你，容不下别的女人了。花竹枝此时真是一个头两个大了。我这不是甩不掉这个女人，没办法，找的一个借口嘛。你怎么老是拿宁儿当借口？你差点害得她今日受伤。我也是实在没法子了。你们是不知道，这个男人婆真是太残忍了。我也是被他缠怕了，才出此下策的。我是想让他知难而退，哪知道他真的敢在天楚对天楚国的王妃当街下手啊！我阿爹说了，猎狼怕缠女，我缠你怎么了？我喜欢你，自然要缠着你。我若不喜欢你，我才不会搭理你呢。叶潇潇，感情的事讲究你情我愿，两情相悦，你单方面喜欢我是没有用的。我喜欢你关你什么事啊？要有用做什么？三个人都无语了。他们发现了这个郡主脑子里啊，好像自有一套逻辑。而且我们已经有夫妻之实了，你本来就是我男人，我缠着你是应该的。师兄，你都干了些什么？原来是花世子你始乱终弃，别人才找来的，那确实有些不负责任了吧？花竹枝满脸的惊慌失措，冲着质问的二人结巴了半天。江宁儿无奈地叹了口气，知道这个事情一切还是因他而起，上前先是跟燕潇潇行了一个天楚的汉人礼仪。燕郡主，许久不见了。我见过你吗？哼，不对，我们确实是见过，只是我没见过你的这张脸才对。比武招亲引我，拿我嫁妆的就是你吧？没错，当初上擂台的正是我，这里不方便说话。郡主，随我们换个地方再聊如何？有些事情显然其中有不少误会，我们可以找个茶楼坐下慢慢说开。行，见你态度还挺好的份上，本郡主愿意跟你聊，反正聊得不行，我们再打也不晚。你跟他有什么好聊的？赶他走啊！你凭什么赶我走？是你师妹要找我聊天，我又不是要跟你聊。花竹枝再次被他弄得哑口无言。看着两个女子已经并肩出发的背影，秦俊业再看花竹枝那有苦难言的表情，有些幸灾乐祸地笑了起来。你笑什么？没什么，就是开始明白为何花世子不敢住在外交驿馆了。看来本王说的没错，你住我王府应该是逃难的原因大于想见你师妹吧。秦君夜，你笑个屁啊！信不信我毒死你？可刚发狠说话，花竹枝又想起这家伙因为噬魂毒如今是百毒不侵的状态，真是烦死了。嘀咕着就跟上了两个女子的脚步。结果万万没想到，江宁儿和燕潇潇找了家茶楼后，进了包房就把门直接关上了，居然压根就没想让秦君夜和花竹枝参与他们的聊天。秦君夜看到自己也被关在外面，认为自己完全就是无辜的那个，有些不悦。结果花竹枝在一旁暗爽了起来，哼，让他笑话他，现在谁都笑不出来了吧。既然进不去，两个男人就在包房外面最近的一桌相对而坐。你自己的桃花寨弄不干净，现在牵连到宁儿身上来，若是他们两个在房里打起来，宁儿有个三长两短，本王定不会放过你。什么叫我牵连他？你搞清楚事情的原委，明明是你媳妇牵连我好不好？我才是那个受害。算了，我不跟你吵。你打女人吗？什么意思？意思就是燕潇潇是西凉郡主，如今这个时期我不好对她动手，所以等下他们要是真的打起来，我会护着宁儿，但燕潇潇得你来。你让我打他？怎么一夜夫妻百日恩舍不得？谁说我舍不得了？我跟他真不是像他说的那样，我来就我来。他要真伤了小丽，你看我教不教训他吧。殊不知屋内这两个女人自进屋开始都很平和，相安无事，连大眼瞪小眼都没发生。郡主想要喝点什么？
你们天楚的酒都没什么味道，跟我们西凉的白开水一样。听说西凉人都爱喝烈酒，喝我们天楚的酒确实会觉得差点意思。既然如此，试试天楚的茶。我记得西凉地界不产绿茶，尝尝我们这的碧螺春如何？也好。见屋子里半天没啥动静，也听不清里面人在聊些什么。包房外的花竹枝有些焦急了起来。不行，闯进去吧。要闯你闯。你秦君夜，你都不担心你媳妇安全的吗？你刚才也看到了，燕潇潇武功可不弱。担心，但我也相信宁儿的能力。真有需要，宁儿会喊的。既然她没喊，我不想去打扰她，免得她不高兴。但花世子若是等不及了，可以闯，我不会拦你。门打坏了，本王来赔就是。你呀你小子果然是个不老实的，你还真鸡贼，让我闯，我就乐意让我师妹不高兴了。世子是担心你师妹，还是其实你在担心那位郡主？你狗屁！我担心燕潇潇做什么？我自然是担心我师妹。是吗？你师妹的本事你很清楚，她若是想随便一点毒就能把对方放倒，所以我才不那么害怕她有危险。我是怕她毒放太多，把人弄出个好歹来，到时候燕潇潇要找她麻烦，你也看到了。那个男人婆有多难缠。哦，原来如此。你抠个屁！西凉和南诏联姻其实是个不错的选择，花世子可有考虑过？你不是说你老子有意要皇子娶她，好跟西凉联盟吗？怎么，你不希望西凉跟天楚合作？不是我不愿意，而是宁儿不愿意。我知道当初宁儿假扮你参加了比武招亲的事，宁儿自觉对燕郡主有愧，而天楚皇室中适龄的皇子里并无良人，所以宁儿私心并不想燕郡主委身给他们，觉得那样的话，他的结局怕是不会好过。你们天楚皇子真有这么糟糕？那现在哪几个皇子有意娶她呀？今日你见到的那2个，就是当时宴上想要争抢的人。就那2个？花竹枝顿时面露嫌弃，今日那2个皇子一看就是一副贼眉鼠眼、狼子野心的人，一点也不像个好人。若是那个男人婆真的是嫁给那2个，不管是谁，确实都不可能幸福，只会是被利用的棋子罢了。他若有所思了一会儿，能够明白师妹的意思了。啊，不对，等等，燕潇潇嫁给谁关他什么事儿啊？他分析个什么劲儿啊？他们西凉有西凉的决断，西凉要真是来此为了让他联姻天楚，那也是他自己应允的。小离就算不忍如此，外人也爱莫能助。虽然我是南诏的世子，却也只想当个没什么责任和压力的闲人，我并无对权力地位的野心。2国联姻也就意味着要舍弃自由，也会有很多的束缚，那我可就闲不起来了，我才不乐意被管着呢。所以不管是燕潇潇要嫁你们天楚的皇子，还是西凉的谁想跟南诏合作，说到底这些事也扯不到我头上来。所以花世子是怕接受了那个燕郡主后，变成了承接2国联盟的关键人物，会被夺家桎梏，不愿牺牲自由，才百般躲避的。我可没这样说。秦君夜，你管好你自己吧。你们天楚乱得要死，少在这自以为聪明的揣测我的想法。是吗？既然如此，那本王确实有必要关注一下这位西凉郡主了。说不定她真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我未来嫂嫂。花竹枝也不再看他，一脸的严肃，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不知过了多久，紧闭的房门再次被打开，2人走了出来，没有他们所想象的剑拔弩张，倒是十分融洽。郡主还要打吗？话都说开了，便不需要再打了。不过我也难得看到有像你这般武力的女子，你若是想切磋的话，本郡主倒是乐意奉陪。如此的话，我们送郡主回外交驿馆。燕潇潇若有所思地看了眼那边的花竹枝，叹气：罢了，不必了，我自己可以回去。看到他竟真的就这样离开了茶楼，花竹枝连忙惊喜地凑上前去问江宁儿：师妹你可真厉害，那个男人婆居然就这么乖乖走了？不然师兄想他跟你一样住进我们晋王府不成？我自然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问你怎么劝走她的？这女人就跟狗皮膏药一样，我这么久甩都甩不掉。何来劝走一说？我跟燕潇潇聊得挺好，约她改日再见罢了。改日？你还要见她？你见她做什么？你还说呢？师兄，你好不地道，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我怎么了？你怎么突然还对我发起脾气来了？我问你，你给我老实交代。任郡主说你跟他有过一夜，但一夜过后你就跑了，可有此事？没有。花竹枝矢口否认。当真没有？说实话。
你要是骗我，你就内痔外痔，终身不得志，而且各个痔疮都鸡蛋大。花竹枝一脸的为难呐，这鬼丫头要不要这么咒他呀？好，我说，我清楚他说的事情，但事实上真的不能算有。情况有些复杂。三人进了包房之后，坐下来慢慢听花竹枝讲来。事情是在他去南诏拿着我的金玉铃找我后，我当时虽不知具体原委，可猜到应该是你易容成我的样子，惹下的麻烦。一开始我也抱着跟你擦屁股的心态，想说把这个郡主打发了，应该也就无事了。我找了些证人，证明当时我人不在西凉，然后也说我的金玉铃不见了，想让他明白当时比武招行赢他的人不是我。起初我看他不吵不闹，还觉得这个郡主是个明白人，还挺好说话。到底远道而来，又是别国的贵女，我自然以南诏世子身份好生接待着。谁能知道这女人是心里憋着坏呢？有一天说是要跟我说事，把我约出来，结果趁我不备，直接把我打晕给绑了，逼我跟他行房完婚。所以师兄，你该不是被燕郡主给强了吧？这个男人婆也不知道从哪儿准备的一大瓶媚药，然后还蠢得要死。你说通常这种事，我既是不愿意的那个，他给我威胁也就罢了，可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给我灌下去了不说，他自己也干了一大半杯。而我体内带着蛊，可以吸食毒性，加上那媚药对我来说不是很厉害的那种，所以我并未受到药的影响，可他却发作的厉害。秦君夜听到这儿挑了挑眉，不知怎么的，这个剧情他竟觉得有些熟悉。你是真不知道那男人婆力气有多大。你师兄我为了给你个死丫头擦屁股，衣服都被他撕破了，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保住了我的清白啊。所以你们根本就没事发生了，那他为何还那样说？莫非是他拿自己的名节压你，想以此来要挟，非要你娶她？那应该也不是，他追着我的时候不小心撞到桌角晕了过去。那个时候大冬天天寒地冻的，我这人向来怜香惜玉，他都脱成那样，就这么躺着会被冻死的。我想办法解开了绳索，把他抱到床上去，用蛊给他解开了媚药。我也筋疲力尽了，本是想着就靠着他的床先休息一下再离开，结果一休息就虚脱的睡着了。如此一来，燕潇潇第二日醒来，因为药物作用根本记不得事儿了，只觉得周身疼痛。加之看来两个人还衣衫不整地睡在一起，最要命的是他自己磕碰的时候受了伤，染在床上有了点血迹，所以燕潇潇看到那个血迹，自然会以为他们有过一夜了。我想解释，可他不听，就觉得是我不想承认，我也是怕麻烦，转身就走了。后来七夕那日，我不是来找你问清楚了一切吗？我本来想着跟他从头到尾说清楚一切就好了，结果这个女人还是说不听，非要做我的世子妃。我实在是拿她没办法，只能找个借口，就拿你做挡箭牌，编造了后来她说的那些事情，想让她知难而退。原来是这样呀。不过师兄，人燕郡主就算以为自己是被你始乱终弃，却还是忠心于你，足以见得她是真的喜欢你。你又没婚配，而她既漂亮身材又好，被你那般无情拒绝也不怨你，这种女子可是很难得的。你当真对她一点心思都没有？没有，这么粗鲁又不矜持，还整日追着男人跑的女人，谁会喜欢呀？花竹枝这边立着绝对不会喜欢燕潇潇的事，把燕潇潇说的好像一文不值一般。可另一边，她弃如敝履的女人却有人百般惦记着。怎么样，我让你送去驿馆的礼物，燕郡主可收下了？驿馆的人说郡主出去了，没有人在。出去了？本皇子早上约他上街说带他看看，他称病不见，这才过了几个时辰，人就好了。他表情有些不悦了起来，心想这个西凉郡主该不会是故意的吧？下人低着头不敢应答。出去了就出去了吧，他去哪儿了可打听到了，本皇子再去与他碰面就是了。殿下，属下问了，可西凉国的人说他们这位郡主自小被娇惯长大的，向来不拘小节，他们没有人敢管这个郡主，郡主走时也没有说，也没有带下人，他们便也不敢问，所以不知道郡主去哪儿了。啊，西凉到底是野蛮之地，本皇子也不能指望他们这群野蛮人像我们天主大国这般收礼。那西凉使团来京后，可有其他皇子去示过好？这个属下倒是问了，还真有。五皇子让人送去过一些名贵的物件，二皇子则是派人去约见过郡主出行，不过也跟咱们一般，送去的东西他们都说无功不受禄，不收。郡主人呢，自也都没见到。哦，千钧奇此举，在本皇子意料之中，没想到老五居然也敢打这个心思，之前还真是小看他。是啊，
五皇子似乎是看二皇子势力不行了，也开始冒头，这阵子活泛着呢。老五往年都不怎么涉足党争，如今就算老二不行了，怎么也轮不到他，简直不知可畏。不过本皇子也没想到，这个郡主居然如此高傲，接连拒绝3位皇子，西凉派个女子来，难道不是来联姻的吗？他这样是何意？莫非我们3个他都看不上不成？女子大多矜持，这位郡主才刚来，以我之见，殿下不用着急才是。见过于小姐。来的正是刚刚被赐婚3皇子的正妃于锦柔。你怎么来了？殿下不想看到我吗？这是哪里的话？3皇子拉过他的手，把他朝自己怀中一带，环着于锦柔，亲昵地让他坐在了自己的大腿上。现在天下皆知你是父皇亲赐的3皇妃，你是我的女主人，自然想来就来。几日不见柔儿，叫本皇子好生想念，快让我亲一亲。殿下这张嘴好会骗人，你这几日不是都在想那个西凉郡主吗？哪里会有空想我啊？怎么，柔儿吃醋了？殿下，那个郡主当真如传闻那般天姿国色？就算再天姿国色，也不及我的柔儿半分知情达理。殿下是真的觉得我知情达理，还是在告诫我不要坏你的好事？2人都是脸上带着笑，可那份看向彼此的笑中都有某种别的深意。怎么，我得西凉注意，柔儿不乐意？殿下你别紧张嘛，殿下好就是我好，我自然明白这个道理。我并非是那般格局小的女子，只懂得拘泥于内院的斗争。我今日来不是为别的，正是因为知道殿下苦恼西凉郡主之事，特来助殿下一臂之力的。哦，柔儿有法子。于锦柔亲昵地勾住他脖子，在他耳边附耳说了几句后，3皇子神色大喜。柔儿，本皇子得妻如你，夫复何求？你是我未来夫君，我只会想要我夫君好。不日，3皇子便带着几人亲自来到晋王府求药。江宁儿看到3皇子又带了几箱子礼物，顿时喜笑颜开了起来。嘿，3哥果然比2哥聪明太多了，我只是轻微教训了你一次，你便知道如何做人了，真是孺子可教也。6弟妹哪里的话，既然是我要求于你，自然态度要好些才是。3哥果然会做人，很好，看来你有把我当初给你的警告听进去，我很满意。既然6弟妹满意，不知道何时才会让鬼医来给我医治？何时？不好意思哦，鬼医说了，他不会来给你医治的。你不是收了我的钱吗？怎么说话不算数？我是收了呀，但我当时说了这是中介费，我会帮你递话，而我也如约递了，怎么能说我说话不算数呢？只是人诡异嫌你身份不够档次，不值得他老人家屈尊降贵来见你，我能如何啊？你江宁儿，你耍我？哼，我耍你，你又能拿我如何？3皇子猛地站了起来，那架势简直气得恨不得想要打他，而他一动作，黄雀就带着几个侍卫也逼近上了前，这才让3皇子又慢慢地坐了回去。3哥别急嘛，我话还未说完呢。鬼医是不来，因为你的情况不复杂，不需要他大老远跑来一趟，我就能给你解决了。你鬼医都未看过我的情况，怎就知道不复杂？我看你分明就是在诓骗本皇子。既然3哥要如此说，那你现在就走吧。来人，送客。殿下呀，我们既然都来了，不如让晋王妃试试吧。好吧，那你能如何解决？3哥带的这几人身上都有药味儿，想来也是大夫吧？确实，3皇子带的人都是京中的名医，就是提防他用假鬼医骗他。本王妃懒得回房拿了，你们谁带了银针，借我使使。其中一人上前拿着一包银针来递给他。就在众人还没有看清时，江宁儿只是伸手在银针上轻抚了一下，下一瞬3枚银针便已经落在了3皇子的脑门上。你做什么？闭嘴，想我治就别逼逼。紧接着在他身上下了几针，速度之快，手法之利落，让3皇子带来的几个大夫都大惊失色。很快江宁儿大手一挥，数枚银针便重新插回了针包中。他又拿了一瓶药递到了对方手中，此药名贵，还请3皇子不要疏忽，一定按我说的按时吃药，我保你药到病除。这个药到病除是要多久？7日便可。是7日？怎么不信的话，可以让你带来的这些大夫瞧瞧药。于是乎几个大夫围着那瓶药是又闻又摸，研究了半天。如何？回禀殿下，这个方子我们参不透，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无毒。要是诡异让人给我的，你们参不透是自然的。反正药我给了，针灸也针了，至于要不要吃，三哥你自己定夺，可就不关我的事儿了。好，我就信刘梅一次。三皇子一走，黄雀就凑了上去。芳菲，你当真这么容易就给三皇子治好了？怎么不信我的医术？自然不是，属下只是觉得三皇子这种人根本没有帮他的必要，觉得你还治好他，真是太便宜他了。小黄雀啊，有句话叫一码归一码，他给我钱，我自然会治好他，因为我是个有医德的大夫。但又有一句话说了，梁子要一件件的算，一件件的解，不要操之过急。王妃，你到底要说什么？什么意思？到底是解还是解？意思就是说，他给钱让我治疗阳痿，我收了钱，且我给他治好，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因为我是个很讲道理的好人。哈，王妃讲道理？黄雀私心觉得他根本和讲道理这3个字不沾边儿，但是不代表他给钱可以了结他对王爷还有对瑶瑶乃至我做的那些事情，所以我给他的药既能治好他的不举，同时也在里面给他下了双倍浓缩的噬魂毒，